夏季到底怎么浇水，真正安全高效又能保命的方法，你不会还不知道吧？话不多说，先看视频。选了2颗陈梦露锦，捏一捏已经软绵绵了，就说明多肉已经口渴了，可以浇水了。再来看一眼天气预报，这个气温确实可以浇水。夏季多肉浇水，推荐盆底蘸水法，盆底的1/2处放到水里蘸一下，盆的下半部分会湿，上半部分依然干燥哦。用最少的水量让多肉能喝到1口水，既可以保证干得够快，减少真菌繁殖，又可以保住多肉的基本活性，让它苟活到秋天。作为对照盆，第2盆我们直接给它浸盆。浸盆想要浸得够透，切记水从上面进，从下面出，在水里可以多提拉几次哦。也可以直接把整盆多肉泡入水里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。盆底蘸这点水到底有没有用啊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简简单单养美肉。盆底蘸水法24小时之后，捏一捏，叶片没有完全的饱满，但是叶片内部能感觉到吸收了少量的水分，叶片比完全缺水的状态饱满了一点点，还能捏得动。视频中不明显，但是土里的水已经干透咯。浸盆24小时之后，叶片坚挺饱满，根本就捏不动，硬邦邦的啦。明显能够感觉到半饱和完全饱是2种不同的状态。在夏季，多肉喝的半饱比完全喝饱水要更不容易化水哦。换个角度看一下，完全缺水口渴的多肉，喝的半饱的多肉，已经完全喝饱的多肉，差距还是很明显吧？盆底蘸水法你学会了吗？下期讲怎么看天气预报来判断到底该不该浇水。肉颗粒土被这么多玩家蛐蛐，原来是因为这些垃圾颗粒土呀。我在拼夕夕上买了一款销量惊人的多肉颗粒土，到手简直惊呆我呀！本来还想种一颗小肉试试，做了一些简单的小实验，觉得完全没必要欺负这颗小肉了。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带你来看看什么叫垃圾颗粒土。拆包装，倒出来第一感觉这个土非常重，你们大约听一下这个声音就知道了。这款是我常用的颗粒土，感觉重量上轻了很多。为了便于观察，用2个透明的塑料盆。我的天，居然还有这么大的颗粒！浇水实验，左边这盆看到它很快，水就从盆底流出来了。右边这盆浇下去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它的水是逐渐向下流出来的。浇过水之后，左边这盆好像只有颗粒没有土了一样，盆里基本没有积水，冲出来了许多泥巴。右边这盆可以看到盆里还有许多泥炭土，冲出来的水也比较干净。然后是浸盆，第一盆我们看一下，我的个老天奶，全是黄泥巴水哦。看这盆有大量的泥炭土和珍珠岩飘了上来，但是流出来的水非常干净哦。这对比好强烈呀！倒出来看一下吧，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左边这里面的颗粒很硬，捏得我手疼都捏不动，其实就是硬质的河沙或者是工业废土。右边这堆我们可以看到，绿色的是绿废石，红色的带有孔隙的是火山石，这都是属于硬质颗粒，这种也是掐不动的。还有一些浅黄色的颗粒，这种是软质颗粒，是可以用指甲掐得动的，一碾就会变成粉末状，这就是吸水保水的核心啦。最后再看看泥巴是呈黄泥色的，泥炭土是呈黑色的。什么是好的颗粒土？现在你知道了吗？还不知道啊？我们下次接着讲。沉浸式多肉休根，有手就会。已经干枯的根系留着也不能继续发根，死亡的根系可以都去掉，用手用力捏碎就可以了。不喜欢用手的这一步也可以跳过哟。这个视频又长又枯燥，建议新手宝宝一定要耐心看完。下次买完多肉记得再来复习一下，1:1对照休根，绝对错不了。尼龙刷可以刷掉卡在缝隙里的土，喜欢用牙刷也可以，大部分牙刷的毛比较软，刷不动干硬的土块。刷去杂质之后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根系了。剪一刀看一下根系的截面，判断根系是否值得保留，看截面的健康状况。
截面发黑发黄，则根系无活性，不需要保留。摘掉枯叶，吹掉土灰，可以一点点的剪短，直到你找到活性的根系。这里作为演示，我直接切一刀，记得用锋利的小刀，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生长点。这是一个标准的健康截面，这里的小白圈就是发根的关键。从小白圈辐射出来的就是根系的生长点，这是一根，这是第二个，这是第三个。根系可能会从杆子的四周围冒出来，靠近截面处杆子周围的死皮老皮可以小心翼翼地剥离，以便根系冒出。死皮如果剥不掉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硬抠，会破坏生长点哦。新手修根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，千万不能着急，胡乱一剪就塞进土里了。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死皮清理了差不多之后，在空气流通非常好、温度湿度都较低的地方晾干伤口，等伤口自然萎缩。大家也可以试一试甲子溶液，俗称紫药水，可以帮助伤口愈合，相当于是植物伤口愈合剂。这种方式的修根，上盆注意和根系接触的地方不要堆高颗粒、硬颗粒、大颗粒，相反的，使用较小、较软、泥炭土比例较高的颗粒土，会更利于发根。多肉完全浮盆之前，推荐大家使用盆底蘸水法，将盆1/2放入水中蘸一下，拿出来即可。浮盆期不可直射阳光，空气流通越好，发根速度越快。多肉长不大，到底会不会养？要了老命了，叶片越来越少，叶片还越来越小，买回来一大盆，养到最后稀稀拉拉没眼看。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2分钟告诉你多肉爆盆的养护秘籍。道听途说，去买什么优芽素？喷完发芽了吗？爆盆了吗？应该去这里。你先说说，你养多肉，爆盆、爆仔，叶片大、叶子多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回答我。盆越大越容易爆盆吗 ？No， 盆大水多，要么就是干不了，沤坏了根系，要么就是水都在盆底，根系下不去，喝不着水，根都养不好，谈什么爆盆？多肉刚到手，丢掉那些期待，别总想着把它养成别的样子，就它现在这个样子，给它养健康，再谈其他。第一步养活它，第2步养好根，第3步才是养成你期待的样子。前2步没做到，千万别跳第3步。下面说的重点来了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爆盆的本质是多肉对外扩张自己的家族，前提是繁殖，砍头后长出的侧芽，一个头或者一个叶片掉进了土里长出的新植株，这些都是繁殖。你要做的就是选容易爆盆的品种，给它们提供适合的养护环境，静静的熬上2-3年，最终获得一大盆多肉。爆仔的本质是主根优势被剥夺。众所周知，砍头可以刺激爆仔，不砍头其实也可以爆仔。当多肉的主根被控养，生活的越来越艰难，他就想另辟蹊径，生几个孩子出去找出路，所以想爆仔也得把土里的养分都熬光啊。刚上盆的多肉容易爆仔，也是因为它喝不够水呀。叶层多的本质是，当水分和养分充足的时候，多肉开始储存能量，为下一个旱季做准备。它也不会无限制的长叶子，只要存的叶子足够度过下一个旱季就可以。想要叶层多，就逐渐拉长浇水间隔，让多肉在干涸和喝饱之间来回拉扯，最终刺激它的储水本能。叶片变大是为了增加受光面积，缺光它就摊大饼啊，这么细长的叶片它也不好看啊。想要把叶片养宽养胖，要选比灌幅稍微大一圈的盆。光照强的情况下，为了限制叶片的蒸腾作用，叶片就会逐渐的包起来。紧凑且宽叶的莲花座景天就是这么养出来的。你发现了没有？每一种期待都必须付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，所以啊，慢慢来才是快。还有什么养不好的多肉，招呼来评论区。想要多肉胖嘟嘟还5颜6色，都说多肉要控养。控养从什么时候开始？答案你可能想不到，用我12年养肉经验告诉你，立刻开始。控养它是个完整体系，不是单一动作。狂晒太阳不浇水，那不叫控养，那叫做虐。什么？虐就是控养？No， 无节制的虐会有很多风险的，枯干、散群、萎缩、晒伤。控养到底是什么？下面说的价值10两小猫。控养就是充足光照、合理浇水、合适的温度，最重要的就是活得够长。控养都是以年为单位的，
控养到底该怎么做？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第一阶段，浮盆期，温湿度合适，多肉几天就可以浮盆，期间避免阳光直射，土干了用盆顶蘸水法，看到叶片开始消耗，浇透水后叶片饱满泛绿，浮盆任务就完成了。第二阶段，生长期，多肉浮盆之后，它会摊开，会变绿。恭喜你啊，多肉已经开始生长。这时候千万别觉得自己把多肉养丑了，只有经历旺盛的生长，才能得到最后的美貌。生长期的浇水口诀是：肉肉软了浇透水，切记肉肉软了再浇水，浇水一定要浇透，浇透，浇透，千万不要少量多次。生长期最重要的是充足的光照，你大水大肥的养着，你还不给它充足光照，回来一看，杆子比你人都高。第三阶段，养根期，经历了生长期，你的叶片比花盆都大，没关系，接下来就开始养根期。养根期是不是大水大肥呀？ No No No， 真正的养根是让多肉感觉到渴，并且刺激它的储水本能，长出更多更强壮的根系。具体做法就是逐渐拉长浇水间隔，以前你7天浇透，现在你9天浇透，下个月开始就12天浇透。注意哦，浇水间隔不能无限制的拉长。当你发现新长出来的叶片更小更短，每次浇透水之后，长叶片的消耗速度会变快，这个浇水节奏就可以保持了。第4阶段，控型期，满根的多肉遇上秋冬就可以看到上色了。控型期只要保持原来的浇水节奏，配合上充足的光照，只要静静的等待它慢慢变美。懒人植物从这一刻开始被具象化，日常的养护工作只剩下防虫、防菌、浇水，没了。你看，开车还有磨合期呢，养肉头1年也是实习期，状况多也是正常的，要么多肉适应你，要么你适应多肉哦。耐心啊，是最大的养肉天赋，陪你走过1年4季的多肉，一定会美给你看。多肉养的不好看，到底是哪里没做对？多肉养护答疑第6期。多肉为什么不爆球？赫拉还一直发绿，补光灯开12个小时，晚上喷冰水也不行，难道是土的原因吗？12年养肉老司机告诉你，当你的多肉养得不尽如人意，首先要排除养护3大要素：光、水和温度。虽然这位宝宝每天开灯12个小时，但是补光灯的照度是否足够，以及补光灯跟多肉的距离也会影响最后补光的效果。如果你的手里有一个照度仪，要保证你的多肉能够接受到2万 lux 左右的光照。如果没有照度仪也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咨询一下补光灯的卖家，根据卖家的建议，合理的摆放多肉和灯的距离。养肉人最需要控制的就是浇水的节奏，如果浇水的间隔过短，那你的多肉始终属于生长期，它上状态的时间就会更长。记住这个万能的浇水口诀：肉肉软了再浇水，浇水就要浇透水，浇完还要吹吹风，接水盘里别积水。选择合适的颗粒土以及适当材质的花盆，都是为了服务这个浇水节奏。只有当你的干湿节奏是合适的，你的多肉才会越来越美丽。下面还有个小技巧，学会了你的多肉变美指日可待哦。温度对多肉上状态起了一票否决权。当你的光照和浇水都已经达到满分了，你的温度就决定了你的多肉什么时候能变美。你的养护环境都设置好了，你就等待冬天，多肉自然就会变美。如果你的冬天温度不够低，你的多肉变美就需要更长的时间。这位宝宝还使用了冰水来给多肉进行降温，用过这种方法的宝贝都知道，冰块、冰水对实际降温的作用其实非常小，而且时间也很短。靠冰水、冰块让多肉上状态难度还是挺大。从图片上看，多肉的叶心已经开始变短胖了，只是外圈的叶片还比较长。多肉变好看的过程并不是现有的叶片变短变胖，而是新长出的叶片更短更胖，而外面又细又长的叶片会逐渐消耗掉，最终你的多肉会呈现出一个短胖圆的状态。恭喜这位宝宝，你的多肉正在变美的路上啦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。乔伊斯有问必答，出这里你想问的全都有。你第一次养多肉，上网一搜上万个养护视频，到底该从哪里学起？12年养肉老司机今天一个视频讲清楚，新手养多肉该从哪里开始学？多肉生死美丑3大要素：光、空气、
水，光是铁，肉是钢，一天不照饿得慌。多肉和其他植物一样，需要通过光合作用来制造有机物。缺乏光照的多肉，别说好看了，连活着都会变得很艰难。绝大多数多肉植物对光照的需求很高，可以跟仙人掌相媲美。仙人掌如果缺光的话，可能也丑不到哪里去。但是景天多肉如果缺光的话，那可就没眼看了。你别觉得家里绿萝长得挺好，多肉也能长得挺好，也别听卖多肉的瞎忽悠，什么放在桌子上不晒太阳也没事。空气白天光合作用需要二氧化碳，夜间呼吸作用需要氧气。如果你不经常给多肉开窗通风的话，植物也会喘不上来气呀。一个房间的空气还不够多肉呼吸吗？够了，也够镰刀菌呼吸了呀。镰刀菌在潮湿的土壤里面，再加上通风不好，它都可以开轰趴了。顺便黑腐一下你的多肉呀。问就是你的通风不好。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通风这么重要了吗？水是多肉植物的生命源泉。储存水分是多肉在环境中被逼出来的特殊技能，靠着这个，它不但可以脱土发货，哪怕你个把月不给它浇水，它也死不了。那是不是可以随便浇水了？ No， 多肉喜欢水，但是不喜欢潮湿土壤里长出来的那些真菌哦。既要多肉喝饱水，又要土壤干得快，浸盆法加颗粒土是完美的搭配哦，增加干湿交替的节奏。既可以给多肉保密，又可以让多肉越来越美丽。哦呦，一不小心又让你学会了多肉变美保命的秘籍。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配土、花盆、药物、肥料，这些都是属于养护细节，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于光、空气、水这三大要素。新手养多肉，切记先搞懂这三大问题。点我的头像，光照去看这篇，还有这篇。通风和化水可以看这2篇。学习多肉浇水，先去看这篇，再去看这篇，再去看这篇。OK， 浇水就毕业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快砸来问吧。多肉长不胖是因为没施肥吗？多肉长不大是因为肥料没选对吗？明明施肥了，怎么还僵苗？12年养肉老司机告诉你，关于多肉施肥，你的认知可能都是错的。多肉需不需要施肥？99%的施肥需求其实来自于养护者，这跟多肉控形上色是一样的呀。多肉本身并没有这些需求，那都是我们人类的需求呀。还有一个扎心真相，所有的植物都可以从自然环境中获得氮磷钾等营养成分，但是养在花盆里的植物就不一样了。花盆里的营养总有用完的那一天。哪些情况下需要施肥？分别需要使用哪一种肥料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施肥需求仅仅在你希望多肉保持生长势头的时候。播种的小卡拉米还有夜叉苗长得也太慢了，快点给我长大呀。多肉分心抱崽长侧芽，你可一定要儿孙满堂啊。这时的多肉需要均衡的营养，富含氮磷钾的缓释肥、液体肥都可以让多肉的叶绿素加班加点的干活。施肥之后，你的多肉会更大、更壮、更绿。多肉要开花啦，你想给它授粉打种子，那记得给它提供充足的磷和钾。磷酸二氢钾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又长又粗的老桩，又大又厚的板子，老年多肉啊，养分不足就特别容易枯萎。用缓释肥垫在盆底，可以提供它适当的养分，帮助多肉安心养老。市面上常见的5款多肉肥料有奥氯 A2 缓释肥、美乐科多肉板液体肥、磷酸二氢钾、花多多12号，还有各种有机肥。使用建议我整理成了一张表格，快截图拿去用吧。快别打了，来看多肉施肥注意事项呀。过度施肥危害大，高浓度的肥会把你的多肉腌成腊肉。日常操作很容易施肥过量，比如花多多，通常1克少花多多都大于1克。使用水溶肥的时候，切记要加倍稀释哦。加半勺就够了，千万别觉得多给点肥，多肉自己爱吃不吃。要是吃了，多肉变得又大又绿，大半年都控不回来。要是没吃，多余的金属离子沉积在你的土表，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盐碱地。哎呀，那个烧根简直没法看。不施肥的多肉一样可以健康美丽哦。要施肥，切记
薄肥勤湿。你见过多肉的种子吗？你知道多肉如何播种吗？12年养肉老司机今天一个视频教会你多肉播种的全攻略。准备一个打好孔的一次性饭盒，用花盆或者其他有孔容器也可以。再准备一个接水的容器，使用专业的播种土，或者用1到3毫米的泥炭、蛭石、赤玉土等颗粒，颗粒度在10%到30%。因为多肉的种子尺寸非常小，如果土的尺寸比较大，是不利于种子扎根发芽哦。第二步，在清水中加入高锰酸钾，用来给播种土消毒。播种土要完全浸泡在高锰酸钾溶液里，由于细腻的泥炭土吸水的速度较慢，我们要不停地搅拌它，一直到所有的土都被水泡透。OK， 盖上盖子，等待浸泡2个小时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同时把多肉的种荚泡入清水中，等待5分钟左右，可以看它慢慢的展开哦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环节了。完全泡透的播种土，倒掉多余的水分，差不多这个状态就是非常适合播种的土喽。在土上划出痕迹，这样方便定点播种。播种有2种方式，第一种就是用镊子或牙签直接把种子从种荚上抠下来，再定点的播到土里。这2种方法都比较费眼睛，要瞄准2次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将种子从种荚上都抖落下来，抖不下来的就挖一挖，直到最后全部将种子从种荚上抖到水里，再把种子捞出来晾干。也挺麻烦是不是？晾干的种子用牙签棒一蘸就可以蘸上啦，然后再点播在点位上，这样是不是快了很多呢？还有一个更快速的方法，就是直接撒播。撒播就是把种子直接均匀的播撒在土壤表面，假装均匀啊，最后给盖上盖子或者敷上保鲜膜。土壤千万要保持水分充足、湿润，不要直射阳光，可以照补光灯，放置在气温28度左右，不可以低于25度哦。第4天已经可以看到有个别种子发芽了呢，还可以看到其他种子明显变大了，像一个逗号的形状。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记得回来看后续哦。